土耳其，横跨欧亚，世界遗产众多的魅力之国。这次我们一路走过以弗所、棉堡、卡帕多奇亚热气球、番红花城，到圣索菲亚清真寺，每一站都美得让人屏息。这是我会想一去再去的国度，也很庆幸能这么早认识它。欢迎跟着我们的旅程一起爱上土耳其。马哈巴，大家好，我们要开始更新去土耳其跟团的 vlog 了。那在更新土耳其的 vlog 之前，想要跟大家先分享一些行前注意事项，像是怎么换汇，还有清真寺的服装规定等等的，这次都会一并的告诉大家。第一个是他们的货币是里拉，里拉它是一个随时都在贬值的货币，可以只换一点点就好，因为他们那边很多地方其实也都可以刷卡，也有收美金。我跟我妈这次只换了50美金的里拉而已，到最后还是没有用完。如果他们换算成美金，比如说价值4.5美金的东西，他们会收你5美金，那剩下的0.5美金他们会用里拉的方式找钱给你。那还要特别注意的是，美金要2009年以后的新版才可以在土耳其使用，不然旧版的美金他们那边是普遍不收取的。信用卡的部分最好是准备 Visa 或者是 Master， 因为那边 JCB 也很多机台是不能刷的。第二个是他们那边吃的东西非常的单一，都是地中海饮食，单一的程度是你早餐、午餐、晚餐一天3餐全部都是吃一模一样的东西，沙拉、烤肉跟意大利面，然后他们没有热汤类，所以其实吃到第3、4天就会蛮容易腻的。如果你是容易吃腻，想要吃多元一点东西的人的话，然后又喜欢喝热汤，最好是要带个2、3包泡面去换一下口味，或者是可以带台湾的沙拉酱啊，或者是你吃的习惯的一些酱去搭配他们那边的肉啊跟菜，这样味道才会比较不一样。要特别注意哦，你带去的食品上面不能有猪肉的样式，因为他们那边是伊斯兰教国家嘛，所以不能吃猪肉，这种东西就会被挡下来，所以要特别注意。接着是清真寺的服装规定，那边清真寺的服装规定都会有一个保全看你的服装有没有符合。其实有些保全看的是比较松的，有些就会比较严格。基本上女生一定要戴头套，或是穿有帽子的外套也可以，必须要长裤或是长裙。男生的话不能穿短裤，短裤的定义是一定要至少遮到膝盖的部分。土耳其其实是相对比较开放的国家，所以我看有些女生其实短袖也是可以，但是不能露肩。那女生如果是没有全遮到脚踝也还好，也没有被特别挡下来，至少也是要遮到小腿肚的程度。土耳其相对是比较宽松一点的伊斯兰教国家。接着第4点呢，是我觉得比较新奇的地方，是他们进出一些场合都会有一些简易的安检设备，像是百货公司或者是一些景点参观。其实一般的百货设有这个东西，有跟没有其实差不多，因为也没什么在检查。我看有些人直接这样走过去也没事。那如果是比较严格的话呢，人过的 X 光机还有包包过的 X 光机中间有一个平台，把手机放在那个平台上，包包过 X 光机，然后人走过 X 光机，再去对面把你的所有物品拿起来。记得要拿手机哦，手机比较容易会忘记。那大家去土耳其啊，一定会去卡帕多奇亚坐热气球。坐热气球要非常注意，因为热气球的出发时间都是在凌晨，他们那边又是沙漠型气候，所以温差非常的大，那个时间点会非常的冷，所以一定要带一件比较保暖的外套。坐完热气球下来，太阳出来的那个时候啊，气温会比较回暖一点，这时候再把它脱掉就好了。接着是他们那边的太阳非常的大，一定要做好防晒，像帽子啊、外套啊、雨伞啊，还有防晒乳，还有就是水杯，这些都一定要准备好。他们那边很多的景点都没有遮阳的地方，所以一定要做好防晒措施。第7点是他们那边拉车都拉很长嘛，所以一定要记得带颈枕哦。你想要睡得更好一点的话，可以戴耳塞跟眼罩。他们那边拉
车拉长的2-3个小时起跳，如果再更长的有可能会6-7个小时，所以这些东西准备好会比较舒适。那他们的电压呢是220，他们的孔是德国的双圆头的那种孔，带转接头的话要记得它的型号是这个样子。土耳其那边的饭店都没有附一次性的用品，所以一定要记得带自己的牙刷、牙膏。但是基本的毛巾、沐浴乳、洗发精、润发乳他们都会附。土耳其那边呢没有收小费的习惯，床头没有一定说要放小费。如果觉得他们那边打扫得很干净，服务不错，想要给小费的话，大概就是$1或是50里拉左右。那关于网路的部分呢，现在都可以买eSIM比较方便，像是 KKday 上卖的这张还蛮好用的。安装eSIM的话，要在有网路的环境下安装，像是伊斯坦堡机场入境的区域是没有免费的 WiFi 的，所以最好是在台湾先安装好，不然就要等到饭店连到饭店的 WiFi 才能装eSIM，这点要特别注意一下。那最后再跟大家分享一个有趣我有点吓到的事情，就是休息站上厕所的时候，他们的马桶坐垫都有卫生塑胶袋包着，感应器在墙上，你只要感应一下，它就会整个这样绕一圈替换，非常的酷，感觉也蛮卫生的。但是有时候那个感应器会坏掉，它就没办法替换，这种时候我就会换一间上厕所。那最后稍微来个土耳其语小教室，刚刚开头已经说了你好就是 Merhaba。那如果你要说早安的话，就是 Günaydın。我们的导游是说有点像台语的 Günaydın。如果要说 OK， 就是 Tamam。如果要问说你好吗，就是 How are you 的意思的话呢，是 Nasılsın。最后一个是我个人觉得最实用的，就是谢谢 Sağ ol。好的，那今天的分享就到此结束。我们接下来会开始更新我们土耳其的跟团 vlog， 那请大家敬请期待，拜拜。